想象一下，在一个没有银行、没有政府，甚至没有国界的虚拟世界里，每天有数千亿美元在疯狂流动。这里没有央行行长的权威声音，没有金融监管的铁腕约束，只有无数个闪烁的屏幕和永不停歇的交易。但就在这个看似混乱的数字丛林中，一场关乎全球金融霸权的惊天博弈正在悄然上演。2025年的一个普通午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看似技术性的法案——美国稳定币创新国家指导与建立法案，简称 GENIUS 法案。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为了促进创新，但实际上它却是美国在数字货币领域布下的一张巨网，试图将全球的加密货币交易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这不是一场普通的金融监管，而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战场就在我们每个人的手机屏幕上。游戏代币背后的金融革命。要理解这场博弈的深层逻辑，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稳定币。如果你曾经去过游乐园，你一定记得那种体验：进门前要把现金兑换成游戏代币，玩完后再用剩余的代币换回现金。稳定币的本质就是数字世界的游戏代币，只不过这个游戏场是全球加密货币市场，而代币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使用。在传统的金融世界里，如果你想买1枚比特币，只有2种选择，要么通过银行汇款，要么使用稳定币。第一种方式就像是坐绿皮火车，速度慢，手续繁琐，特别是跨境交易，你的钱要经过层层银行审核，查验资金来源是否干净，账户是否有问题，银行之间能否互通等等。而使用稳定币就像是坐高铁，双方只需要在手机上点几下，交易瞬间完成，全球通用，24小时无休。更神奇的是，稳定币不是实体货币，可以无限细分，不存在找零的问题。就像支付宝余额一样，你把人民币存进去变成数字，这些数字可以直接购物，背后有银行的真金白银支撑。稳定币也是同样的逻辑，只不过它运行在区块链上，不受任何单一国家或机构控制。但这个看似简单的游戏代币却隐藏着一个颠覆性的秘密，它正在挑战传统金融体系的根基。想象一下，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开始使用这种代币进行交易，那么传统的银行系统、央行货币政策，甚至国际贸易结算体系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要出手了。5大门派的江湖恩怨。在稳定币的江湖里，有5大门派各显神通，每一派都有自己独特的武功秘籍。第一大门派是法币抵押派，这是目前最主流的势力。他们的武功心法很简单，我发行一个稳定币，就在银行里存1美元作为抵押。最著名的就是 USDT， 由 Tether 公司发行，市值高达1530亿美元，占据稳定币市场的半壁江山。它就像是数字世界的中国银行，在几十条不同的区块链上都能使用，是目前流通最广的稳定币。紧随其后的是 USDC， 由支付巨头 Circle 和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联合发行，市值约610亿美元。它的特点是监管合规性极强，严格按照美国金融监管要求运作，被称为机构投资者的首选。但正因为太过依赖美国监管，一旦出现政策变化， USDC 的反应也最为剧烈。2022年，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某些地址时， USDC 的市值瞬间缩水 38%， 足见其对监管环境的敏感程度。第二大门派是加密资产抵押派，代表是代。这个门派的理念很有意思，我不信任任何政府和银行，我只相信代码和算法。他们用以太坊、比特币等加密货币作为抵押品，而且抵押率高达 150%， 也就是说，为了发行100美元的代，需要抵押价值150美元的以太坊。这种超额抵押虽然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率，但确保了即使市场大幅波动，也能维持稳定币的价值。代目前市值约51亿美元，
是去中心化金融 DeFi 生态的重要基石。第三大门派最为神秘，被称为算法稳定币派。他们相信数学和算法的力量，认为可以通过智能合约自动调节供需关系来维持价格稳定。当市场需求增加时，系统自动增发稳定币；当供应过剩时，系统回购并销毁多余的币。这听起来很美好，但实际操作中风险极大，因为一旦算法失效或市场出现极端情况，整个系统可能瞬间崩溃。第四大门派专注于商品抵押，最典型的是黄金稳定币 PAXG 和 FCUT。持有这些稳定币的人可以直接兑换成实物黄金，每一枚币都对应1盎司黄金。这为那些既想享受加密货币便利性，又想拥有实物资产的投资者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第五大门派是新兴的创新派，比如 Asana 的 USDA 采用衍生品对冲策略，通过期货合约对冲抵押品的价格波动。PayPal 推出的 Payest 则瞄准跨境支付和电商场景，试图将传统支付与加密货币无缝结合。这五大门派看似和谐共存，实际上暗流涌动。每一派都想成为数字货币世界的武林盟主，而美国政府的介入，无疑是想要建立一个凌驾于所有门派之上的朝廷。美国的惊天布局。2025年，当美国稳定币创新国家指导与建立法案横空出世时，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一项普通的金融监管法规，但深谙美国金融战略的专家们却看出了其中的惊天玄机。这是一盘极其精妙的大棋，棋眼就在2个看似技术性的条款上。第一招棋叫做强制买债。法案规定，所有想要合法运营的稳定币发行方必须按照1:1的比例持有美元现金或短期美债作为储备，而且其中60%以上必须是短期美债。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想发行1亿美元的稳定币，就必须购买至少6000万美元的美国国债。这一招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将稳定币发行商变成了美债的义务推销员。要知道，美国目前最大的头疼事就是找不到足够的买家来消化庞大的国债发行量。中国、日本、英国这些传统大买家都在减持美债，沙特等石油国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积极购买。美国政府正愁找不到接盘侠，稳定币发行商就主动送上门来了。渣打银行的分析师预测，到2028年，全球稳定币市场规模可能达到2万亿美元，其中1.6万亿美元将流入美债市场。这个数字有多惊人？它几乎相当于日本和英国这2个美债大户的持有量总和。换句话说，原本愁卖的美债瞬间变成了抢手货。第二招棋更加狠辣，叫做全球监管。表面上看，美国只是在规范本国的稳定币市场，但实际上，这部法案的触角伸向了全世界。只要你的稳定币想要在美国市场交易，就必须接受美国的监管，缴纳保证金，定期提交审计报告，甚至要在美国存放抵押资产。如果你说我不在美国交易，美国还有杀手锏，国家安全这顶万能帽子。只要美国认为你的稳定币威胁到了美国的金融安全，就可以动用制裁手段，冻结你的海外资产，禁止美国机构与你合作，甚至直接抓捕相关人员。这种控制方式让人想起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的情节，天山童姥给36洞洞主、72岛岛主都种下了生死符，这些原本桀骜不驯的江湖豪杰只能乖乖听命于一个小丫头。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美国对稳定币的控制本质上就是一种金融版的生死符。
看似完美的陷阱。美国的这盘大棋看起来天衣无缝，确实抓住了几个关键要害。首先，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稳定币交易市场，目前占全球交易量的 99%。这就像是开了一家全世界最大的购物中心，所有商家都想在这里开店。其次，美国提供了法律认可的交易平台。在很多国家，加密货币交易仍然处于灰色地带，甚至被明确禁止，而在美国，这是完全合法的生意。对于稳定币发行商来说，这相当于获得了合法经营许可证，不用再担心被政府突然取缔。第三，美国政府的信用背书确实具有巨大价值。只要美国海军的航母能到达的地方，你就能放心地使用这些稳定币做生意。这种保护伞对于全球化的数字货币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是，美国的如意算盘真的能打得响吗？历史告诉我们，任何试图垄断互联网世界的尝试，最终都会遭到反噬。互联网的基因天生就是去中心化的。从诞生之日起，这个世界就充满了小不点逆袭独角兽的传奇故事。还记得当年不可一世的 IBM、摩托罗拉、新浪吗？他们都曾经是各自领域的绝对霸主，但最终都被微软、苹果、腾讯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超越。为什么？因为互联网是阳光和土壤，没有围栏，没有围墙，任何有创新基因的小企业都可能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生根发芽，最终长成参天大树。现在，美国虽然占据了稳定币交易的 99%， 但那剩下的 1% 绝不会越来越小，只会越来越大。也许在俄罗斯的某个小实验室里，也许在萨尔瓦多的某个初创公司里，一个不愿意向美联储下跪的稳定币项目正在悄悄崛起。一旦它找到突破口，获得数字世界的认可，就有可能像 TikTok、拼多多、小红书一样，在短时间内颠覆整个行业格局。更重要的是，数字货币的用户群体与传统金融完全不同。传统金融的参与者是各国政府和大型机构，他们在做重大决策时需要深思熟虑，会考虑各种政治和经济后果。比如，当中国、日本想要减持美债时，他们会与美国进行协商，寻求渐进式的解决方案，避免引发市场剧烈波动。但数字货币世界完全不是这个逻辑。这里的参与者是千千万万的散户投资者，他们的行为更像是用脚投票。一旦感觉到风险，他们不会坐下来谈判，而是立即逃离。当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用那些模糊不清的官方辞令试图安抚市场时，传统金融界的老手们会仔细分析每一个词的含义，但数字货币的投资者只有一个简单的逻辑，觉得能赚钱就买，觉得要亏钱就跑。这就像是用管理传统传销团队的方式去管理 TikTok 上的带货主播一样荒谬。过去的传销可能需要上万人花费1年时间才能卖出几个亿，还要组织各种会议、喊口号、送鸡蛋。但现在一个成功的主播1晚上就能超过传销团队1年的业绩。美联储就像是过去的传销头目，而未来的加密货币世界就是直播带货的新时代。这是2个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香港的暗中较劲。就在美国忙着布局全球稳定币监管的时候，在太平洋的另一边，香港也在悄悄地制定自己的稳定币条例。表面上看，这只是一部技术性的监管法规，但了解中美金融博弈的人都能读出其中的深层含义。香港的策略非常巧妙，可以用2句话来概括。第一句是现在我很乖，严格按照国际标准制定监管框架，看起来完全配合国际金融秩序。第二句是将来看我的，暗地里为未来的金融变局做好准备。这让人想起了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起义。当时陈胜在大泽乡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点燃了全国的反抗烈火。香港的稳定币条例虽然表面平静，但内在逻辑同样是在质疑
凭什么只有美国能制定全球金融规则？从技术层面看，香港的监管框架更加开放和包容。它不要求稳定币发行方必须购买美债，也不强制要求所有储备资产都存放在特定银行。这种技术性的差异，实际上为非美元稳定币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空间。想象一下，如果未来出现了与人民币、欧元或者一篮子货币挂钩的稳定币，香港的监管框架完全可以为他们提供合规的发展环境。更重要的是，香港背靠内地庞大的市场和先进的数字支付技术。中国在移动支付、数字人民币等领域的技术积累，为稳定币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一旦时机成熟，完全可能出现一种既不依赖美债，也不受美国监管控制的新型稳定币，而香港就是这种创新的最佳试验田。数字货币的终极博弈。当我们把视野拉得更高，看得更远时，就会发现这场稳定币的监管之争，实际上是全球金融体系重构的前哨战。传统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面临数字化时代的严峻挑战。在传统金融世界里，美元霸权建立在几个关键支柱上：全球贸易结算、储备货币地位、SWIFT 支付系统，以及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最终保障。但数字货币的出现，正在逐一冲击这些支柱。比特币的诞生证明了一个革命性的概念：货币可以不依赖任何政府或央行而存在。稳定币的兴起则进一步证明，国际支付可以绕过传统银行体系进行。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稳定币进行跨境交易时，传统的 SWIFT 系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美国政府显然意识到了这种威胁，所以才会通过 Genius 法案试图将稳定币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这种做法在短期内确实可能奏效，毕竟美国仍然拥有强大的金融实力和市场影响力。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控制必然会激发更多的创新和反抗。正如水流总是寻找最容易的路径一样，资本也总是流向最有效率的地方。如果美国的监管变得过于严苛，资本就会寻找其他出路。也许是俄罗斯的稳定币，也许是欧盟的数字欧元，也许是某个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小国推出的创新方案。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会重塑世界的经济格局。蒸汽机成就了英国的日不落帝国，电力和石油成就了美国的霸权地位。现在，数字技术和区块链正在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规则还没有最终确定。未来的十字路口。站在2025年的时间节点上，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一边是美国试图通过 Genius 法案重新确立自己在数字金融领域的霸主地位，另一边是全世界各种创新力量的蠢蠢欲动。这场博弈的结果将决定未来几十年全球金融体系的走向。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场看似遥远的货币战争，实际上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果美国成功地控制了全球稳定币市场，那么我们在使用数字货币时就必须接受美国的规则和监管。如果多元化的竞争格局得以保持，我们就能享受到更多的选择和更好的服务。从投资角度看，这场博弈也充满了机会和风险。支持美国监管框架的稳定币可能会获得更好的合规性和稳定性，但也可能面临创新不足的问题。而那些选择独立发展道路的稳定币项目，虽然风险更大，但一旦成功突围，回报也将是惊人的。技术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无论政府如何监管，区块链技术本身的去中心化特性都不会改变。这意味着，即使某些项目受到打压，也会有新的项目在其他地方崛起。就像互联网的发展历程一样，任何试图完全控制这个新世界的尝试，最终都会被技术进步的洪流所冲破。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我们正在见证货币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从金本位到布雷顿森林体系，从石油美元到数字货币，每一次货币体系的变革都深刻地改变了世界。而这一次变革的主角不再是政府和央行，而是分散在全球各地的程序员、创业者和普通用户。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唯一确定的就是变化本身。美国的 Genius 法案或许能在短期内稳固其在稳定币领域的地位，但长期来看，这个数字世界的游戏规则还远未最终确定。正如那句古老的中国谚语所说，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更大的变革或许正在路上。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一个旧秩序与新技术激烈碰撞的时代，一个充满机遇也充满挑战的时代。在这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中，每一个参与者都在书写着历史，而历史的最终走向将由我们所有人的选择来决定。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